阴晦之下，如白昼蓦然降临，沉沉雷声轰隆作响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骤雨急下，流矢飞蹿，紫电边芒更甚列缺，卷着狂风呼啸，势不可挡。炎阳烈焰为他们破开层层血路，挥舞着兵刃对上昔日里的同路人，倒下了又重新站起来，等到支离破碎，再动弹不得，便有新的傀儡前赴后继，潮水一般涌向前方。急雨、剑光、炸裂的灵力、轰响的巨雷、刺目的闪电、激起的水洼，叫人踩得流墨飞溅，叫喊声、厮杀声，还有笛声。这一仗打了多久，那笛声就响了多久，时而远，时而近，时而如雁归深林，时而如珠坠玉盘，美则美矣，惶惶间声声泣血。蓝忘机手执碧尘，在人群中杀出一道血路，眉间显露出少见的焦急厉色，冰蓝剑光却依然澄澈的透亮。他嫌恶地推开那些被笛声操纵的凶尸，大步冲入了莲花坞的院落。入目只见刺目的红，其他所有都在大雨中失了颜色，蜿蜒四散的满地血色，猩红掩盖了旧迹，被一同冲刷聚成晕染开去的水洼，再一路流进枯败的莲池。江澄以三毒刺入那匆忙上任的云梦辽主的心口，而魏无羡就立在他旁边不远处，横笛唇边，长发打湿了，粘在脸侧，叫人看不清楚神色。那衣袖上放肆燃烧的火焰终于熄灭，沉重的躯体碰得摔在地上，溅起簌簌水花。久久萦绕的笛声终于在此时停下。魏无羡回过头来，淡淡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将陈情收入腰间，向江澄走了过去。江澄微微仰头，雨珠从他面颊上奔逃着落下，紫电光芒渐渐暗淡，悄然收回他的手上。他紧紧握住了那枚戒指，以指尖摩挲着，自语一般缓缓开口道：结束了。魏无羡的嘴唇开息了一下。温若寒还在，温氏在岐山依旧有数以万计的高强战力，他们不过打赢了小小一场胜仗，可能对其他人来说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此情此景，他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魏无羡道：是啊，骤雨初霁，天地如洗，物是人是，物非人非。蓝忘机静静地望着他们二人，望着魏无羡一动不动的背影，手中碧尘嗡鸣作响，被死死握紧，终于不甘地归于沉寂。他侧过头，正好看见一方翻到的案几，散开的湿草滚落一边，刻着卜文的竹片卧在地上。蓝忘机皱着眉去看上面的文字：地卦为坤，第六爻，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莲花坞事件堂大战过后，尚来不及喘息，安排手下修士清点伤亡，收拾战场后，几家家主便匆匆商议起下一步行动。江澄一身衣服还没换下，袖子上沾了血迹，随意抹了两把，先是向蓝曦臣道谢：此战告捷，夺回莲花坞，多谢蓝宗主同韩光君相助。蓝曦臣道：江宗主不必多礼，大敌当前，患难中哪有你我之分。江澄道：如此云梦一带战事趋于稳定，不知蓝宗主接下来有何打算。魏无羡原本懒懒地坐在一边抛着他的陈情玩，江澄这句话一出口，他竟是愣了愣，差点让笛子坠了地。蓝曦臣道：先回一趟姑苏，接着应当还是与忘机分头行动，去往清河或是兰陵。江澄点点头：那今日还是暂且在此休整一晚，明早再动身。蓝曦臣道：也好，那就有劳江宗主了。接着便又提起别处的战报了。魏无羡再忍不住，目光不停地往蓝忘机那里瞥，却见对方专心致志地看着江澄的方向，也不知道看没看见他，心里又一想，也对，蓝湛总不可能一直就在这儿，夺回了云梦，他总归是要去往别处的。这样想明白了，竟隐隐有些失落起来，恐怕这一别，下一次什么时候能见面都成了未知数。他摩挲着陈情的笛身，心道：哎，那今晚我可得去找他好好叙叙旧。他嘴角刚勾起一抹三分风流的弧度，还没来得及变做一个完整的笑容，忽觉心口一紧，有什么东西蓦然从伤痕累累的丹田处升起。魏无羡呼吸一滞，强行压下周身那股剧烈的不适，在直起身子来时，才发现背上已经爬满了冷汗。他匆匆把陈情插回腰间，倏地从桌边站起，向屋外走去。喂！江澄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不满道：你干什么去？魏无羡只觉喉间涌上一股腥甜，拼尽全力才不让旁人发现他的异样，勉强做常态道：无聊，出去走走。江澄哼道：
浪完了记得早点回来，晚上还要一起吃饭。魏无羡摆手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再多待一刻，可能就要暴露了。”他强撑着稳住身形，快步走到门边，砰地拉开门冲了出去。之前对魏无羡颇有不满的那家主，如今说什么也不敢再有意见，见状只轻轻哼了一声，也没什么多余的话了。桌边的人便又重新讲起刚才的事。蓝忘机神色凝重地将目光从门边收回，落回桌上那张地图上。蓝曦臣扫了他一眼，了然道：“忘机，我看魏公子刚才好像面色有异，不如你跟去看看。”江澄道：“他能有什么事？不必管他。”魏无羡向来与蓝家不对付，他生怕让蓝忘机过去，那两人又闹出什么矛盾来。这一路多亏了蓝家二位公子，江澄也不想在此时节外生枝。蓝曦臣笑道：“江宗主此言差矣。魏公子武艺高超，却与我等一样，只是肉体凡胎。方才我们众人都让医师看过疗伤，唯独魏公子没有。我见他出去时面色苍白，只担心。”蓝忘机倏然站起：“失陪。”推开门，匆匆离去。魏无羡跌跌撞撞地跑到莲花坞里一处偏僻角落，便在动弹不得，拖了力一般坐下来，靠着墙面大口喘息。疼，四肢百骸都疼得要炸裂，冷汗早就浸湿了额头，汇成细细的水流，扑扑簌簌地滴落下来。魏无羡咬牙骂道：“一口气催动那么多高级凶师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。照如今这个情况看来，他应当是被邪气反噬了。寻常修士体内都有充沛的灵力，结丹之后，灵力更是有如壁垒一般坚厚，即使接触到邪祟，凭着肉身与灵力这两道屏障，也极难被侵蚀。可魏无羡如今只能用神魂代替灵力，生生与之硬碰硬。刚才一战他消耗太多体力，难免不防被趁虚而入。眼下那股邪气就在他体内肆意翻涌，妄图占据他所有的神智。魏无羡狠狠地用后脑撞了一下墙面，钝痛让他暂时清醒过来，却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身体里又疼又热，像一只滚了沸水的瓦罐，盖子叫他死死扣牢了，便在体内咆哮着冲撞，想要冲破这层摇摇欲坠的束缚。热仿佛火星在干草上炸裂，魏无羡疼地站起身来，眼前一黑，扶住墙猛了片刻才重新稳住身子，迷迷糊糊间就想不顾一切地跳进莲花池里冷静一下，但又被仅剩的一缕神智吊着，一咬牙翻过了墙，跌跌撞撞地向莲花坞外跑去。他觉得自己好像跑了很久，又好像只有须臾，皮肤犹如被万蚁啃噬，又像被利剑凌迟。他一边跑一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蓝忘机那句话：“魏婴，修炼邪术总会被反噬的。”他混混沌沌地想，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他的？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韩光俊，蓝家的手就别管得太宽了吧。魏无羡跑着跑着，他终于再看不到人影，目光所及之处只有湖水。他急不可待地从岸上跳下，在平静水面上溅起一朵硕大的水花。湖水冰冷，寒意刺骨，那分明只是舒适的微凉的温度，此时却让他觉得如坠冰窟，周身滚烫，与湖水接触的地方却几乎要结出白霜。这情景太过熟悉，魏无羡疼的神智都不清明，竟还真的分出心来去回想。是了，姑苏的冷泉，他少时曾经下去过一次的，也是这样冰凉的刺骨。那时蓝忘机握住他的肩膀，就有暖意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身体里来，如同在无边的冰原上生出一片茵茵绿地。他便又控制不住地想起蓝忘机来，想起他的手，他的胸膛，他的动作，他的怀抱。魏无羡双手交叉，用力攥住自己的两边肩膀，指甲深深陷入肉里，体内那股横冲直撞的力道还没有半点退去的意思。他死死掐住指尖一块皮肉，勉力保持清醒。他想起蓝忘机满是寒霜的脸，听他压抑着愤怒的声音一遍又一遍重复道：“魏婴，鬼道损身，亦损心性。魏婴，别再吹那只笛子了。魏婴，放弃鬼道。魏婴，魏婴。”蓝湛，魏婴，有什么坠入水中的声音？魏无羡一愣，随即手腕被人用力握住，他一双眼睛并神智都有些恍惚，一时间竟是没能反应过来，眼前这人究竟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只是幻想。蓝忘机只犹豫了一息，便立刻将他整个人都拉进了怀里，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，一只手握着他的手腕，不遗余力地抱住了他。魏无羡正然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沉声答他：“
是我。又补充道：我在。柔和的灵力从手腕处源源不断地涌入，坚定地冲开了所有的阻碍，动作强硬却温柔，舒服的暖意慢慢地流淌至四肢百骸，体内翻涌的邪气被那股陌生又强大的灵力激得四下乱窜，终究只是挣扎的徒劳，变得如同小小的水波，渐渐被巨浪吞噬。魏无羡的眉头终于缓和下一点，周身刚涌上一点力气，便想要推开蓝忘机，蓝忘机却执拗的不肯放手。魏无羡勉强扯开一点笑容：行了，蓝湛。蓝忘机微微一顿，旋即将他抱得更紧了，色声道：魏婴，放弃轨道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